我们的西安旅行安排了7天6夜，这个天数可以悠闲地将西安大致走过。以西安城墙为中心，7天如何安排呢？我是从台湾飞上海，再飞西安，夜晚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，距离市中心约35公里，直接在机场叫车直抵西安市区的西安铂金万澳胜利饭店。这间饭店就在地铁4号线的和平门站旁。第二天前往兵马俑与华清宫。第二天的游记请看第1集影片，有兵马俑详细介绍与攻略。西安的第3天以西安城南的德福巷、西院门与右任故居为主，这里的老街、文青咖啡、下午茶很有趣，稍后本集影片都有介绍。第4天我换了另一家住宿，是在鼓楼附近，所以逛钟鼓楼和回民街都超近。下一集会详细介绍这家超棒的文青民宿。第5天先步行到小南门早市，下午就去大唐芙蓉园附近以及大唐不夜城。第6天前往超难预约的陕西历史博物馆，再从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开始逛，再走到大雁塔和大唐不夜城。第7天到西安北站，准备搭高铁前往洛阳。听说西安是这2天才开始变凉，在那之前呢都是40度以上的高温，然后跟火炉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今天还有点阴阴的，好像只有20几度耶，超级舒服的。我都觉得我应该要去买秋装来穿了。但是他会1国2制啊，对不对？你应该遵循人家原有的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要让一下改变，那是不现实的。市中心是最中心的位置。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叫兰大街，因为我们只先到了兵马俑而已，这边还没来。3根电杆散菜馆，前面的确电杆好像蛮多的，是真的有3根电杆哦，真的你看这1根、2根、3根。结果呢，随他念说不好吃。好，欢迎光临，来这边欢迎光临，来跟2位接一下，2位跟他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好。7只娃娃菜。第2关人都是凉皮是凉的吗？对啊。哇，这看起来好辣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凉皮啊，凉凉的，然后很滑，很 Q。另一半说有点像米苔目，但其实没有，米苔目比较脆，那个就是纯粹非常 Q， 很好吃。拍个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把它打开。好可爱哦。他应该会来拿吧。转过来看一下，哇，好嫩的感觉。
大满足了午餐后，我们这天的行程就继续在西安城南咯。拐个弯，我们来到德福巷，巷口有3门石牌坊，上面写着德福门，青石铺路，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在两侧。小巷只有200米长，正好有摆摊市集，还有很多文青咖啡馆。听说夜晚灯光亮起，酒吧和夜店会变成主角。穿梭走过巷子，巷底是香子庙。香子庙是一处道观，我们走在香子庙外墙，见到古朴的砖木结构、屋瓦的翘角。庙中树木高耸，让天空满是绿意，典雅的姿态引得人们驻足。香子庙据说是8仙中的韩湘子的住所与得道之所在。走入香子庙，醒目的8角青石雕刻井台，是韩湘子以苦水酿酒，然后使其变得甘甜的嫩口，传说中的香泉。我们看到的井台是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，非常醒目。四中还有2株古槐，深深绿荫，更增添历史岁月感。这座道观建于明清时期，后来在2005年以修旧如旧的原则重修，保留了前殿、过殿、后殿的格局，街道热闹无比。庙里的灵官殿、香主殿香火鼎盛，却十分幽静。刚刚在我们的司机说，泡馍要吃牛肉，水盆要吃羊肉，桃子啊。好香，好香哦！继续往东走，就来到著名的书院门步行街。这里因为明清时期的关中书院而得名，如今是一条长约500米的文化街。关中书院建于明朝万历37年，是明清2代陕西的最高学府，有西北书院之冠之称。在清康熙3年时重建，一度成为全国4大著名书院之一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！屋子的绿意。书院门街道的石板路两侧是仿古建筑，店铺里卖着笔墨纸砚、书画篆刻。还有书法家在现场挥毫。我边走边看，想选一把字好看的扇子。
下锅了啊，咱们没有拍的，抓紧时间拍直播间的秒。这是好几起，跟我们一样。写真美。一些毛病，台湾的。书院门52号的四合院是近代书法大师于右任的故居。于右任1879年出生于陕西，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，国民政府迁台，于右任也随之来台。他那时候都已经70岁了，在晚年时更因为想家，写下了《望大陆》。故居入口就是大师的《望大陆》草书。会来到于右任故居，是我想在古色古香的院子中下午茶。这座故居占地不大，却是格局典雅，回廊、庭院、厢房都有典型的关中建筑特色。下午茶的所在在2楼，室内展示大师书画。2楼中庭回廊是最美的午茶所在。对，我就选了陕西这边的绿茶，叫做汉中仙好。谢谢，汉中仙好。我想那个正中间的不行。走到这个永宁门，谢谢。
川剧在秀都会，米饭自助的，好，谢谢。米饭自己烤。哇，这个鱼片，对。哎呦，好难夹这块。好滑哦。豆皮啊，还有那个娃娃菜，是他自己选的。市民、游客朋友们，欢迎您来到大唐不夜城步行街。为创造文明有序的游览环境，请您在参观游览过程中，不随地吐痰，不乱扔烟头、垃圾等杂物。尊德守礼，文明出行。各位市民、游客朋友们，欢迎您来到大唐不夜城步行街。尊德守礼。后面还有什么发现？拿都不放那了，你知不知道，张哥？好有趣哦！你这样子。明天晚上啊。好，关了。去的多少人？完了以后给他推拉掉。